找邝美萍不是更好吗？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你认定的黑的也能洗白，不可能的也能实现。可是你当法律不存在吗？我真的崇拜过你。看来到此为止了。我以为你是不会变的。喂，美女，大姐，江湖救急。金爷，对，江湖救急。怎么了？妹妹，你大胆地往前走啊！你们俩怎么会在这儿？我的备胎。听官方的回答，官方的。我俩偶遇，他不是说要请我吃什么海鲜喝气泡水，说这儿的海鲜特新鲜，你们坐啊，一起吃点。这个气泡水海鲜都不长肉。这户外景观大卡座，除了物美价廉，还有什么别的妙处？你们俩上回找完我之后，派几个兄弟在这儿蹲了一段时间，发现这个宗飞的主业就是专门低价收购境外赌博公司的债权。当然，仅限欠债的在金港之内，把这些债权收回来，大家钱一分，就有点像那个不良资产处置。对，有点那个不良资产处置那意思啊。那你俩在这蹲谁呢？啊，这么回事。这最近啊，这外城的码头啊，人人皆知，有一个搞海运的老梁在网上玩百家乐，欠了大几百万，4艘船，一个厂房，都抵进去了。不出意外，这笔单肯定是宗飞来抄底。我这么问吧，那这位方法官为什么会和你在这儿啊？这姑娘，法官大人非得问我在哪片替你找宗飞，我说西滨港啊。他说这宗飞最应该出现在什么地方？我说船厂啊。然后他就买了这些东西，那我就吃呗。所以你认定宗飞肯定会来这儿？关键是这笔账的数太大了，而且这外城码头这本身就是他地盘，他应该会亲自来收这笔账。我猜测啊，你们明断。逻辑缜密，果然是聪明绝顶。我是赵新成，正在除暴安良，出了副本就回电，不回就是捐躯了。现在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，你们谁认识宗飞吗？或者说谁知道他长什么样？那就算他来给我们上菜，认不出来也没用啊。为什么跟着我？你能搞清楚谁在威胁谁？干什么呢？别往那边看，穿花衬衣、小矮个儿、领头那个，他跟贩毒的有关联。之前就是他用刀威胁肖律师来的。快点！有熟人这事儿。什么？这船厂码头一般都有3、5伙人，余杭没准儿也有6家助理。可这摇头丸、托拉斯，这肯定是只能一伙人，要不然非得打出狗头来不可。这家伙要是跟贩毒的有关系，那肯定跟宗飞是一道的。
那你自己能搞定吗？拜托，不是所有的光头都是超人好吗？我能对付2个，你们俩怎么样？那还能怎么样啊？报警啊！报警？说什么？人家又没打又没杀他。肯定是非法催收啊！这么多人，要不然就使用暴力手段，要不然就以暴力手段相威胁。你相信老梁会在公安面前承认自己欠赌债的事儿吗？怎么还不报警？说好的底线呢？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来这儿干嘛。如果宗飞没有出现，我们就报警了，会不会打草惊蛇？别赶了！老板娘，老什么老板娘？别赶！我去跟着他们，你们在这盯着那帮马仔，要是什么情况的话，给我打电话。我可不想被卷后包架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我这就3个人，这一群呢，你好歹假仗一下。这事儿没得商量，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的。你走我后面啊。哎，那我，哎，哎，有你们这么跟踪的吗？大大方方的不行吗？就你们这样，分分钟能被人发现。我先过去探探虚实。哎，如果情况不妙，立刻报警。阿伯嘞，阿伯嘞。哎，谁呀？你管我谁呢？宗飞在哪儿？我要见他。有一个什么事？他卖的货把我一哥们儿给抽死了，你说什么事儿？快点，让他进来。他会不会有什么情况啊？这样的程度，肯定有情况啊。那咱们报警吧。
决结果来看，没什么问题啊。朱红并没有死。来请我喝茶了吧？说起来真是巧啊！昨天我刚放下电话，我那边单子就出状况了，担保公司金港，巧不巧？金港哪家担保公司啊？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我那都是小事儿。哎，你那边提讯进行的怎么样？我听说金港出了个大案子，有2个小混混为了讨账，把人给关在笼子里踹水里去了，有这事吗？师傅，你应该知道的。知道。哎呀，这离开院里好几年了，还是这习惯。你不说，我不问了啊。很谨慎。我要是中支管理局的，我现在就跟你小子分房。不说这些了，你今天要没有什么安排，喝完茶咱们找个地方吃饭。哎呀，您别说，我今儿啊还真有点事儿。再说了，我出差也不能喝酒啊，这话还是您教我的。人走茶凉啊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，你小子也学得这么跟我说话了。从我知道金港的担保公司从不接受私企反担保开始。陆南，我大老远的跑来，紧赶慢赶的都是为你好。有人跟我反映，说你们办案人员手伸得太长了。我早就跟你讲了，在咱们法律圈，你不知道哪块云彩下雨。要是真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，什么后果？谁找的您？您让他自己来找我。师傅，我堵您的嘴啊，才是为您好。要不然等您把话都拖出来，我可能就只能办你了。踏踏实实挣钱，该买房买房，该买车买车，这不香吗？哎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还有事儿。等回北京啊，回北京陪您喝酒。这么快，老马一定很不开心。能全身而退，他就偷着乐吧。哎，说夏阳支队找到李良的车了，而且从车内起获了300多的摇头丸和大量现金。老马好办啊，但是这事儿可能还不算完。会有人盯上你？那这人可算踢铁饼上了。输赢还不好说，不过就算这把牌我跑不了，好歹先把炸弹给扔了。走吧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没事，我当时真是慌了。那个受伤那人现在住哪个医院啊？我不行，哪天我去看看他去。你这属于见义勇为。哎呀，不过要我说啊，韩律师，以后得策略点儿。你像这种事儿，你就直接报警。虽说咱都大老爷们儿吧，但你没经过专业训练啊，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多不值得。我这不也第一次碰上吗？真慌了。行，那我就不送你了。哎，谢谢啊。好。这是乔律师被投诉的听证材料，包括我写的一些申辩意见，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？如果有可能，作为米耶格的代理律师，你也出一下你的意见，弄完之后送去律协吧。
好了，知道了。这个里边怎么还有你的监管问题？乔律师当时被拘留调查，案子本来就是我派给你的。要真是他出来之后还私下传通对方代理人，我肯定有监管不力的责任。那我的材料怎么写？就按你正常代理行为做陈述就好。你是无名小卒，怎么写不重要。一个领导，一个案外同事承担了责任，我这个代理律师反倒没事。责任这东西，你下次再争取吧。可算是出来了，给我担心坏了，受委屈了。韩律师，韩律师回来了。韩律师回来了。韩律师好。好。哎。肖律师，等我一会儿啊。好。韩律师，我都听说了，谢谢。哎呦，您别这么说，主要还是乔律师。我知道乔律师也有参与，可他恐怕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人情我领了。肖律师以后再到我店里，不许花钱。公安呢，虽然把事实查清了，网上确实还有很多人在骂，您也别太往心里去。勒庞的书我也看过，少上网就是。忙你的吧。好嘞。宗飞，什么人？是我们海港辖区的吗？那我不清楚，但邹亮的案子总归你们管吧？没错，那案子是归我们队查。哎，你们有认真查吗？公安和法院是一样的，都是在职权和管辖范围内进行的。需要我们出司法建议书吗？啊？你知道的，在我们审理案件的时候，如果遇到影响案件复核但又不属于我们法院管辖的问题时候，我们可以依据司法建议权向有关机构出具司法建议书。没必要搞那么麻烦吧？宗飞是吧？我去跟领导反映啊，保证啊。哎，小赵，找我是吧？对。这有点太敷衍了吧？他压根没让咱们掌握宗飞什么情况。人家有纪律，就不算是敷衍。赵新成真是那个意思吗？万一他就是敷衍咱们呢？你有点边界感好不好啊？尤其是干咱们这行，边界就意味着全责。你先别说教我，要不要咱们赶紧去跟肖厂说一声？这案子的任何人和事儿都不归向阳管啊。王博老婆就羁押在向阳呢。你咋不说他儿子还在柬埔寨留学啊？啊，他儿子在柬埔寨？我就是打个比方好吧。这些人都不是咱们复核案件的涉案当事人，就算他们被羁押，也不是因为咱们复核案件的案由。可大家都是刑事司法体系一份子，这时候分这么清楚，这事儿摆明了是有很强关联性的。反正我是干了这么多年，规矩我都懂。上有老下有小，对面还坐着个大领导，我是不敢胡来啊。这事儿里面，宗飞肯定是个关键人物。对，但是这事儿不归你管。田培旭的资金贷款流向也很可疑，说不好，而且这事儿还真不归你管。那对脱线律师现在调查的方向都是对的，而且很有可能他们手里掌握了重要的线索。也许吧，你别跟这俩人瞎掺和。是别跟他们掺和，还是真别跟他们掺和？靠边停车。我们一人去哪，南哥？注意安全啊！
你好，交一下材料。怎么，还在努力？这就是你要成为的人吗？你觉得你能够帮到某个人，救到某个人，能够挽回某件事，探寻到什么真相？为了任何能自洽的正义目标，不惜跨越规则，就为了完成自我感动。要是说践踏规则这事儿，任何人在您老面前那都是班门弄斧。你看错我了，我从来没有践踏过规则，恰恰相反，我在建立秩序。只有在秩序之下，才能振兴这个行业，才能帮到很多人，救下很多人。那我就有点没搞明白了，就这丰功伟业的还不够您忙活？天天还有闲工夫在这构陷巧巧听，是他一直在针对我。那现在不止他一个了。你有一个哥哥在向阳刑侦支队，没错吧？从王博爱人到韩冰那件事儿，里里外外都是他在办。程序法里好像有什么相关规定，我记得不是太清楚。但是他这么粗心大意，就算外面没人说，内部也得有人管吧？你想怎样？你说过的，你还有选择。张正退选，你交了吧？我哪有资格教主任怎么做呀？多事之秋，大概主任有他自己的考量。我不管你们那些破事儿，韩律师，你这次能够平安无事呢，主要是公安机关找到的关键物证。当然了，肖律师呢也出了很大的力气，还遭遇到了一些危险。是，我知道，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激。我就是来找你要回报的。肖律师呢跟我是搭档，你欠他的人情，我来替他跟你讨。没问题，只要我能办得到。左亮遇害那晚，在我抵达现场1小时之前，自他停车的江州银行门口周围2公里内，交通、安防、民防所有的监控录像我都要。肖律师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要的这些，我不仅没有任何权利调取，相关机构也不可能泄露，这根本办不到。这就是那晚出事的地方吗？那天晚上天太黑，我没什么印象。这离你店门口也就不到100米，只有这一片区域呢是监控盲区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其中，而你呢，还在监控画面里。乔律师，你这么说什么意思？你那晚保护过毛毛？是。他跟我说那个小伙子有可能要引诱他吸毒，所以我赶紧让他先走了。不是那会儿，是更早的时候。来，准备好了，15、20、20。来，15、25，15、20、15，15、25。不好意思，收拾一下。快啊！15、20、15。哎呀，小邹，来过来收拾一下。
我不知道为什么最终你还是不肯放过李良，可能是因为你真的很讨厌毒品，又或者是说你无法容忍有人在你店里搞事情。正当防卫，有可能，反正监控没拍到，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发生了防卫挑衅。我真的想不通你为什么会这么看我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当然，你和肖律师的人情我肯定会记得，只是你确定要这么做？尽快找来。哎，你是不是接到挪车电话了？挪车？没有啊。也对，我才是车主。没事没事。哎，一会儿你要是接到那挪车电话，你不用管。我的车被套牌了，好像就你开那辆。我非逮着这孙子不可。哎，你别冲动啊！你找着之后打122报警。妹妹，刚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吧？我打的。那孙子的车呢？套着牌那个。没车也没套牌，我打电话就为了把你宽过来。站住！又没人埋伏，你心虚什么呀？哼，你这姑娘真逗，是不是中午吃水果吃多了齁着了？啊？哎呦，法院呢？是不是可以协助一下我们的工作啊？您这刑事审判庭的大姐，刑事，我怎么协助你？你怎么帮你那个好基友呢？给我们也招风抓个药呗。哟，我这儿今天可比所里热闹。不是因为免单，因为我辣酱吃完了。保证供应。我第一次感觉到被人威胁有多么恶心。邝北平，你怎么知道？尽管我想不出来还有谁能够威胁到你，但只要有，你8、9成都会去找乔律师。现在跑到我这儿来生闷气，那只能说明你怕告诉他了之后，让他替你担心吧。总之呢，我是非常非常的生气。说来也巧，今天也有人威胁我，还是借你的人情。乔律师吗？他为什么要威胁你？乔良，乔良，你给我出来！尊重一下人家嘛。你能不能在乎一下人家窝尿的人的感受啊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那能怎么办呀？去邹亮家里头翻个底儿调，找金条。如果真的是有这段录音的话，那将是扳倒邝北平的决定性证据。你现在要搞清楚，你到底是要扳倒邝北平，还是查清邹亮的死因，还是找出朱红的下落？这俩其实是一件事儿啊。不是朱红的下落首当其冲，这才是我们的工作。如果你说严培旭那笔银行的贷款流向可能和朱红有关，这我认。但是邝北平和邹亮之间到底有什么可能和朱红没有直接关联？如果这个线索查不下去，就别跟进其他线索了，你越界了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俩都不是第一次越界。是我们都不是第一次越界，但是你之前说过相对公平，
我们之前一直在追寻的是这个相对公平，不是像现在这样连底线都放弃。不是肖律师，我是不管你为了什么，如果遇到阻碍就寻求非法手段，那你找韩律师干嘛？找邝美萍不是更好吗？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你认定的黑的也能洗白，不可能的也能实现。可是你当法律不存在吗？我真的崇拜过你。看来到此为止了。我以为你是不会变的。喂，美女，大姐，江湖救急。金爷。对，江湖救急。怎么了？妹妹，你大胆地往前走啊！你们俩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这被他听官方的回答，官方的。我俩偶遇，他非说要请我吃什么海鲜喝气泡水，说这儿的海鲜特新鲜，你们坐啊，一起吃点。这个气泡水海鲜都不长肉。这户外景观大卡座，除了物美价廉，还有什么别的妙处？你们俩上回找完我之后，派几个兄弟在这儿蹲了一段时间，发现这个宗飞的主业就是专门低价收购境外赌博公司的债权。当然，仅限欠债的在金港之内，把这些债权收回来，大家钱一分，就有点像那个不良资产处置。对，有点那个不良资产处置那意思啊。那你俩在这蹲谁呢？这么回事儿。这最近这外城的码头啊，人人皆知，有一个搞海运的老梁在网上玩百家乐，欠了大几百万，4艘船，一个厂房，都抵进去了。不出意外，这笔单肯定是宗飞来抄底。我这么问吧，这位方法官为什么会和你在这儿？这姑娘，法官大人非得问我在哪片替你找宗飞。我说西滨港啊。他说这宗飞最应该出现在什么地方？我说船厂啊。然后他就买了这些东西，那我就吃呗。所以你认定宗飞肯定会来这儿？关键是这笔账的数太大了，而且这外城码头这本身就是他地盘，他应该会亲自来收这笔账。我猜测啊，你们明断。逻辑缜密，果然是聪明绝顶。我是赵新成，正在除暴安良，出了副本就回电，不回就是捐躯了。现在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，你们谁认识宗飞吗？或者说谁知道他长什么样？那就算他来给我们上菜，认不出来也没用啊。为什么跟着我？你能搞清楚谁在威胁谁？干什么呢？别往那边看，穿花衬衣、小矮个、领头那个，他跟贩毒的有关联。之前就是他用刀威胁肖律师来的。快点！有熟人这事儿。什么？这船厂码头一般都有3、5伙人，余杭没准儿也有6家主理。可
这摇头丸、托拉斯，这肯定是只能一会儿啊，要不然非得打出狗头来不可。这家伙要是跟贩毒的有关系，那肯定跟宗飞是一道的。那你自己能搞定吗？拜托，不是所有的光头都是超人好吗？我能对付2个，你们俩怎么样？那还能怎么样啊？报警啊！报警？说什么？人家又没打又没杀他。肯定是非法催收啊！这么多人，要不然就使用暴力手段，要不然就以暴力手段相威胁。你相信老梁会在公安面前承认自己欠赌债的事儿吗？怎么还不报警？说好的底线呢？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来这儿干嘛。如果宗飞没有出现，我们就报警了，会不会打草惊蛇？别干了！哎，老板娘，老什么老板娘？别干！去跟着他们，你们在这盯着那帮马仔，要是什么情况的话，给我打电话，我可不想被全后包夹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我这就3个人，这一群呢，你好歹假仗一下。这事儿没得商量，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的。你走我后面了。哎，我，哎，哎，有你们这么跟踪的吗？大大方方的不行吗？就你们这样，分分钟能被人发现。我先过去探探虚实。哎，如果情况不妙，立刻报警。阿贝，阿贝。哎，谁呀？你管我谁呢？宗飞在哪儿？我要见他。有一个什么事？他卖的货把我一哥们儿给抽死了，你说什么事儿？快点，让他进来。他会不会有什么情况啊？让他成，肯定有情况。那咱们报警吧。
判决结果来看，没什么问题啊。朱红并没有死。不好意思，信号不太好，我马上就到啊。没事吧？啊，我们没事，小宝贝没事啊。哎，这边是南京环城公路，从南向北方向有6辆车的事故，你们赶紧派救护车过来。对，有人员受伤，还有救火车。北京时间上午的8点50分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京环城高速由南向北滨海出口附近。我身后发生了一起多车连环追尾的重大交通事故。我们可以看到现场非常的紧急，目前警察、消防、救护人员已抵达现场进行现场救助。我知道，我理解。你们的情绪我都理解。你们，但是你们听我说。好，我知道。您是？你好，最高院刑庭的鲁南，你们吴队叫我过来的。您受伤了？啊，没事。别激动，我连了。好，我知道，哎，吴队你好，我抱歉让你久等了啊。铁路上请等。好。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？不会吧？我第一次到南京。带卢法官去会议室。行，这边请。哎，卢法官。好。你们不停在会议室啊，我处理一下就来。知道了。副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是江州行政支队的乔政委。哦，您好，最高院刑庭鲁南。
你好，吴队这回有事，他一会儿过来。我刚才碰见吴队了，门口有几个被害人家属在围堵律师，他去处理一下。啊，您看我是在这儿跟您汇报。金港的案子不急，你先看看这案子。这是怎么个意思啊？今天把你叫来南京，除了汇报案子，就为……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。你们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，但法律是要走程序的。程序？我姐姐都走了9年了。9年了，你们年半生疏，现在都没有个说法。法院已经做出了判决，死刑是需要走复核程序的，好吧？请你们再等一等，法律一定会还你们公道的。我们等不了了，必须要严惩凶手。你们要法律一定会还你们公道的。对。你们先回去好吗？请相信法律啊！相信法律。您好。这里是四星区交通支队，刚才是您在滨海出口报的警吧？啊，是我。怎么称呼？鲁南。哦，是这样，我们要麻烦您来支队做个笔录，协助我们了解一下事发当时的现场情况。如果您有受伤或者经济损失的话，也好一并处理。啊，这样，我现在这边有个比较着急的工作要处理，等我处理完了，我尽快赶过去，好吧？不是你这刚到，又急着去哪儿啊？我还能去哪儿啊？晚上我得去上海赶车去金港啊！领导，您赶紧让我给您汇报金港那边案子的情况吧，我顺便报告就行。不，你先听我说，金港的案子不着急，回头再说。这边有个案子需要你协助一下。怎么？有什么棘手的问题吗？这是咱们庭承办的另一起死刑复核案件，案情虽然牵扯到南京和江州2个城市，倒也谈不上有多复杂。这样。你一会儿把案卷看一下。啊。哦，等等，那个去趟洗手间，照照镜子，收拾一下自己，拿点下管最高院的法官。好，出门左拐。哎。吴队，你又来干什么？还嫌不够乱啊？田阳的案子，田阳的案子已经到了死刑复核的阶段，我们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。你要是有任何的疑问，走程序上报。哎，久等了。哦，你先看看案卷。哎，有什么疑问，乔政委也能向你解释。9年前的案子啊？对，9年前，在我市汉江区接到一起失踪报案，失踪人刘凤军于5月9日下午离开家后失联。根据家属提供的信息，刘凤军失踪当天携带了人民币10万元，打算去吴越广场换汇的集散地，私下换一些美元。根据这一线索，辖区民警多方摸排，通过走访得知，在下午的5点多，吴越广场绿豆汤摊子曾见到刘凤军随一男一女自广场离开。刘凤军遇害以后还被分尸了。第一部分尸块是在她丈夫报案后1周，也就是5月16日，在汉江西区跨海大桥下的浅滩区发现的。此后近1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们又先后在汉江区和雁江区都发现了尸块。初步推断，应当是一起财产动机的故意杀人案，而嫌疑人很可能是以换汇名义将刘凤军带离吴越广场的一男一女。杀人和分尸用的同一把刀，而且这把刀还出现在另外一起刑事案件。说起来，这把凶器的发现时间甚至要早于确认刘凤军遇害的时间。5月11日。在汉江金汇夜总会附近，有2伙年轻人因为在夜总会发生摩擦，爆发了冲突，双方一路追打。其中一名男青年在路边的垃圾桶里捡到了这把猎刀，并用这把猎刀捅伤了对方一人。走了，杀人了！
警察及时赶到，把两边的人都抓了。这没有护手的刀，就是容易伤了自己。这刀上一共提取了5个人的 DNA。当我们把被害人刘凤军的 DNA 信息录入到信息库后，立刻就跳出了这个比对结果。我们才知道，原来凶器早就被起获了。伤人者的血留在了刀上啊，被害人的血。刘凤军的 DNA， 田阳的 DNA， 还有一个不明身份者的 DNA。很幸运，在这把凶器残留的白细胞中，我们都提取到了 DNA， 其中有2组是与被害人刘凤军以及被告人田阳相吻合的。看来你对这案子挺了解啊，我也甭翻了，干脆你给我讲讲算了。之后的情况我更了解。还是我来说吧。当时虽然从凶器上提取到了 DNA， 但是被告人田阳还有李梦琪并没有犯罪前科，也没有 DNA 存档，再加上吴越广场人员构成复杂、流动性大，排查起来十分困难。江州警方始终没有能够确定凶手的身份，导致这个案件一拖就是9年。直到今年年初。我市经侦人员对于本市的斯塔瑞进出口贸易公司涉嫌贿赂海关人员，对董事长田阳采取了强制性措施。田阳被羁押之后，他的指纹、脚印还有 DNA 信息，我们都按照流程采样，并且录入了公安部的信息库。这不到1个小时，对比结果就出来了。主办室电脑警报响得满楼道都听得见。命案优先，这个案子当天就交到了我的手上。田阳就是9年以前在江州杀害刘凤军，并且将其肢解抛尸的人。之一，我看他还有个同案李梦琪。但是判决没他，还是人没抓着吗？就是因为李梦琪，你们老大才会来南京。哟，杨哥，这晚还忙着呢。这个吴队是您的？我发小，一起在审计局大院长大。她第一任老公是我大学同学，现在的老公是我法官进修学院的同期。哦，不，您这可是公事私事一起抓，甭瞎打听这些啊。总之，这案子在张涛手里复核了好几个月了，该提讯也提讯了，各阶段的证据全核实过，走访也基本完成了。我跟吴队沟通过这个案情，都认为对于这个案子。要慎重、慎重再慎重，不要紧赶着让这个田阳去死。刚才吴队他们不也不说了吗？这个李梦琪8年前结婚，1年之后就失踪了，现在是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这跟我在金港复核的那个案子倒是有点像。咱们有句词儿叫做另案处理。怎么个另案处理？我是说，甭管这个李梦琪归不归案，他都不会影响对田阳的刑罚执行。还真不好说。从预审开始，到张涛复核过程中提讯。这个田阳什么都认，只有一点，他坚称将被害人刘凤军带回他们租住的地方后，是李梦琪临时起意持刀杀人，他只是协助李梦琪分尸和抛尸。就这一点上啊，如果有李梦琪的口供来印证，自然是更完全。完全不完全的，也不会改变田阳的故意杀人罪。师傅，我马上过来，稍等啊。李梦琪怎么就突然失踪了呢？你能不能仔细的看看案卷？首先，吴越广场的目击证人证实，刘凤军是跟着1男1女离开的。其次，审讯田阳的时候，他准确地说出了李梦琪的各种身份信息。江州刑侦支队先后进行过3次照片指认，每次他都能够准确无误地从几十张照片中指认出李梦琪。第三，李梦琪结婚前曾混迹多处娱乐场所。
江州警方找到了2名那一时期跟他相识的歌厅小姐，虽然时隔太久，他们无法明确的指认田阳，但却透露出李梦琪当时租住的地方，恰好就是田阳杀人分尸的那个筒子楼。那筒子楼现在还在吗？你说呢？9年了，对，早就退兵盖写字楼了。都9年了，您觉得我现在还能做点什么？这案子不是张涛负责吗？哎，他人呢？哦，他跟乔治啊，哎，领导，您带他跟乔治现在也在江州，也在调查核实李梦琪的相关情况。哎，领导，您先别着急走，您得给我指条道啊！我就这几个小时，您让我到哪儿去给您找李梦琪去？鼻子底下是什么？吴队和乔正都在，自己去问去。那2位你也看到了，他明显就不对付呀，这说话都夹枪带棒的。你尽量配合就好，这是他们公安主导的案件调查，人家内部有什么分歧，不关你事，你别在这推三阻四的。你别忘了，你金港的案子要组合议庭吧？你算上方院，你还差一个，到时候你可别来求我。啊，领导，咱一码归一码啊，您可不能拿金港的案子来要挟我。说什么呢？什么叫要挟？我还不能给你布置任务了。这2边都是咱们的案子，需要分那么清吗？不是，领导。行了，抓紧时间啊，别耽误事了。去核实一下李梦琪的情况。别啰嗦了，赶紧去干活去。哦，对了，别以为我没问你就不知道了。你是遇上车祸了吗？受伤了没有？我是说除了脸上。我没事儿。赶紧换身，赶紧的啊，注意形象。好了，走吧。法官，法官，哎，法官您好。啊，你是刚才那个？是的，是的。我是田阳的律师，我姓冉，叫冉森。哦，你好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知道您是最高院的，是不是跟我当事人的死刑复核有关？我不是想替田阳喊冤啊，但刘凤军真的不是他亲手杀的。对不起，这个案子不归我负责。那个，你是律师，你应该懂规矩。这案件是张法官承办的，没错，但我向您反映情况也不违反规定啊。而且我认为，在这起案件的调查上，本市公安人为架设了很多障碍。那你应该去找督察或者纪委，懂吗？李梦琪只要一天没有归案，就不能确认是田阳实施的谋杀。如果是执行死刑之后才将李梦琪抓到，就只能听他的一面之词了，这样对田阳很不公平。这话你刚才怎么不跟死者家属说去啊？吴汉副队长知道李梦琪的下落。哎，最高院这哥们儿，怎么刚来就跟田阳律师搞到一块儿去了？卢法官，您看您想吃点什么？随便。那我就看着点了啊。哎，麻烦给我拿一下这个。来，您拿好。这个多少钱一个？好了，给你了啊。谢谢啊。也不知道您爱吃什么，我就胡乱点了点。都行。水。嗯。谢谢。你刚才说，吴队知道李梦琪的下落，什么意思啊？据我调查了解，田阳和李梦琪其实一直没有分开。虽然后来在江州，李梦琪傍上了大款，但最终还是追随田阳来了南京。是吗？那我八卦一下，既然这个李梦琪都已经追随到南京了，那为什么田阳又娶了别人呢？因为李梦琪在南京见不得光。什么意思啊？田阳来到南京之后，成立了斯塔瑞进出口贸易公司，但短短几年，斯塔瑞就成了南京排名前10的纳税大户。说这些全靠进出口生鲜，您信吗？你把话
别说一半啊！既然已经说了，就把你知道的说说呗。我是斯塔瑞的法务，虽然财务记录我看不到，但我一直怀疑，除了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外，公司在暗地里同时境外走私。那你怎么不把这些跟相关部门反映啊？第一，我没有实证；第二，我端的是公司的饭碗。所以你老板被抓了以后，你就变成了他的刑事辩护律师。田阳是我的领导，也是我的当事人，不管是职业属性还是私心，他的个人权益都应当是我放在首位的。那田阳公司帮这个走私集团洗钱，他跟李梦琪是什么关系呢？南京最大的走私团伙基本上控制了东江港和北坞，也就是2个最大的口岸。据说这个团伙的头是个女的，所以我会觉得李梦琪在南京见不得光。李梦琪是个女的，没错，但总不能是个女的就是李梦琪吧？当然不是。哎，谢谢。虽然我觉得这个走私团伙的头目是李梦琪无凭无据，但这起码算是一个方向吧。我多次向警方反映，他们完全不理会。我甚至当面向吴队强调过这个调查方向，可他给我的回复是与本案无关。等会儿，你之前可是说吴队知道李梦琪的下落，但是你现在这个意思，感觉你好像是在跟我暗示，这个南京刑侦支队的副队长是本地最大走私集团的保护伞啊。咱们的人正在赶往医院确认身份。放大，再放大。吴队到底是什么人，我不好断言。但田阳宁可接受死刑的判决结果，也从未提起这个走私团伙一个字儿。走私也好，洗钱也罢，总不可能比故意杀人更严重吧？田阳宁死也要保护的女人，您觉得最有可能是谁？所以你认为吴队对这件事情选择性失明，是担心？假设，我是说假设啊，这个走私团伙的头就是李梦琪。只是走私的话，不涉枪涉毒总不会是死罪吧？可如果有别的死刑罪名产生，那我想他不会顾及再把谁供出来。田阳的案子已经到了死刑复核的阶段，我们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。你要是有任何的疑问，走程序上报。你的这套逻辑啊，不能说是口语不通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话说的有点过，但确实是有点牵强。而且我刚跟你说了，我不是这个案子的承办人。不管您是不是这个案件的承办人，但我知道您是外来的，您不会受南京各方势力的影响。不管这个田阳他该不该死，但是我觉得啊，由你给他做律师，这都是他的幸运。哎，这个江州来的乔政委，你认识吗？凶杀案发生在江州，乔正是江州方面这个案件的负责人，他对这个案子格外上心，常跑来南京。因为我是斯塔瑞公司的法务，所以也询问过我几次。所以你对李梦琪的猜测，你也都跟他说过了。那乔正其实还是很认可，他对李梦琪这个人很关注，很多关于李梦琪的重要信息都是他带。那乔正怎么看吴队啊？我没敢在他面前。加个微信。好。我想你。